经过上一部视频之后，大家应该能大概了解着相是什么意思了。如果不记得也不要紧，只需要记得一切念，包括极其微细的念，都是着相就行了。因为如果没有着相，就不能成佛，入烦恼海方能得一切至宝。这部视频就会来说离相。离相，我们先从最普通的离相开始说起吧。如果从世人的角度，想要得到解脱，离开烦恼，大多都是离开会制造烦恼的人事物。例如在工作上与同事不和，经过多种方式的融合也无法调节彼此关系，最终的方式就是辞职，找另一家公司。又或者男女朋友性格不合，每隔一天就吵一次架，结果发现双方的价值观完全不同，最终认为只有分手，离开对方才能够真正得到解脱，脱离日吵夜吵的循环。这是现代人比较容易采取的方法，但这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原因很简单，因为它并没有脱离烦恼本身。只要我们的任何一个行为是经由烦恼而演变而来的，那这个行为的根本就是烦恼，这个行为无论如何演变，也终究会是烦恼。这一点不难理解，只要还未能破根本无明，我们的一切念头便都因根本无明而生，从而向外去寻找。当在外境中得不到解脱，受外境所困时，便想脱离外境，而脱离这一行为则是因为受烦恼所影响，才有各种想要脱离烦恼的做法。如果你本身没有烦恼，那又何须离开烦恼呢？因为你有烦恼才需要做这些事。只要你一天还有烦恼，就一天还需要离开烦恼。或许现在观看视频的你感觉不到任何烦恼，你可以回想一下你最讨厌的人。如果让你用佛法度化你最讨厌的人，此时此刻你的心有什么感受呢？若感觉有些许困难，有障碍，有束缚，就代表你尚未脱离烦恼，只是这个烦恼的种子还静静地潜藏在你的第八识，等待缘分成熟，一触即发。你依旧需要承受过去所种下的种种恶业。你与人起争执，你对他人的伤害，你令他人造成任何的损失，都要亲身承受，这是无法躲避的。佛陀在世时就已经示现了，即使成佛后仍要受种种果报，因是由自己所造，果报便要由自己所受。在法华经，我们知道实如是，如是相，如是性，如是体，如是力，如是作，如是因，如是缘，如是果，如是报，如是本末究竟等。因为因缘果报皆是一体，整个实如是皆是如来藏性，皆是一体，并不会有一种因没有果报，也不会有一种果报是没有其因缘的。其实以上所说的依旧是着相，与离相没有太大的关系，因为心中有相，所以才要离它。如果有看过33种觉悟境界的视频，现在面对着相与离相，发现离相居然是因着相而来，离相的根来自着相，那自然不能称为离相。但是内心明明想要离开烦恼，离开所着之相，如今却一筹莫展，那怎么办呢？在上一部影片便有提过这个方法，最直接的方法便是维摩诘菩萨所实现的无有文字语言，是真入不二法门。这也就是离相的方法，就连离相的想法都没有，没有离相的想法，自然也没有着相的想法，没有着相和离相的想法。这句话也许有人会误解，也许有人就因此而得解脱了。误解的人大概率会认为我们在日常生活上本来就没有去想自己有没有着相，也没有想要离相，难道那就解脱了吗？当然不是。维摩诘菩萨的不二法门是已然知道一切着相的境界，也知道种种因着相会生出的各种有为的解脱法。什么是有为的解脱法呢？也就是上面所说的受烦恼影响而来的各种自以为可以解脱的方法。我列举出5种烦恼，例如公司破产，跟最好的朋友吵架，得不到想要的一切，面对所有人质疑自己的能力，怀疑朋友背叛自己。这5种烦恼由贪嗔痴慢疑而化。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贪嗔痴慢疑这5种烦恼根本的种子就会成熟现行。有可能我们会选择去运动、唱歌、逛街、购物，或者培养一个新的兴趣。总而言之，沉醉在某一个事情上，转移注意力，这都是有为的解脱法。要入不二法门，能够无有文字语言而入清净解脱，是最直接的方法，也是最简单的方法。不过在此之前，却是要有长期行菩萨道的功力，也就是起码要在维摩诘所说经入不二法门品中，前面32位菩萨所经历的烦恼中入不二法门，要在今生做到这一点，
首先，必须心心念念都在观察自己的各种思言行，观察种种对立的情况，要知道一切高低、上下、强弱、明暗等等的对立都是虚妄的，高低、上下、强弱、明暗等等的对立都是互为因缘的。高以低为源，低以高为源，有低故有高，有高故有低。强以弱为源，弱以强为源，有弱故有强，有强故有弱。如果不起分别，一切高低、上下、强弱、明暗等等的对立本来就是不存在的，但即使我们起了分别，这一切分别也是不存在的。谁能把分别拿出来看看到底是什么样呢？我们之所以会受种种分别影响，例如强与弱，仅仅是因为两个人同时都相信有强与弱的分别，这就是缘。有这一层缘，大家同时有相同的执念，那自然就会活在强与弱这个自己所生出的分别中，也就是俗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例如拿个游戏来说，由于 A 者掌握的技巧更多，在游戏里比 B 者玩得好，所以可以称为强者， B 者自然就会成为比较弱的那一方。由于 B 者也同样喜欢玩这个游戏，又想跟 A 者一起玩，为了令自己成为弱者变得合理，可能会想出一些理由，例如自己可以跟更强的人去学习，而 A 者则想要为了维持自己的强者身份，需要一个弱者来凸显，两人此举也便是令妄想更坚固，那么就会很顺理成章的两个人一强一弱，互为因缘，粘着在同一款游戏上。唯一从对立中解脱出来的方法，便是知道这对立是虚妄的，只要知道是虚妄的，就不需要做出任何回应，没有任何回应，自然就不会困在对立当中。这一层的关键便是知，不知就迷，知则不迷。这一知不仅仅是现在知，这一知心里就要永远去掉执着，把强弱的根拔除了，彻底知道强弱的分别是虚妄的。当然，除了强弱，其余一切对立也是这么做，知道对立是虚妄的，不再认对立妄想为真实，就能不受其转，不再困于种种二元对立当中，二元对立不在他处。观看这部视频的诸位，今日也受了诸多对立的影响，因对立而生心。如果你抱怨自己的工资不够多，这不就有多少之分了吗？如果你因得不到自己所追求的物质而悲伤，这不就陷入了得失的分别当中了吗？对立就在当下，认为这部视频很长，或者认为这部视频很短，认为这部视频讲得好或者讲得不好，也是一种对立分别，法无取舍。我这部视频也不是要人得到什么，因为诸位的自性本自清净，无需任何作为而本自清净。但是要消除一切妄想对立，自己一个人却未必能够做到。如果你一个人待在房间里，打算花一点时间就能消除一切妄想，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没有其余因缘让你内心的执念升起，诸法因缘生。你必须要到世间中与人相处，而所接触的任何人都是与你有缘的众生，你与每一个人都因种种善恶缘而聚集，这种种善恶缘中又有种种分别执着，这只能在诸位各自的因缘中去观，而要在人与人之间的因缘中去消除心中的对立分别，就是菩萨道。自己若能解脱，与你有共同执着的对方也必然会解脱。就像刚刚所说强与弱那个例子，如果 A 者能观一切法不生，心中不生起强与弱的区别，强弱之法便没有因缘可以生出，那么 B 者的弱者形象没有因缘可生，没有一个强者来作为缘， B 者也就从强弱的分别中脱离出来了，他们就不会困在强弱的分别中。只是 B 者仍有强弱分别的种子，有可能他会去找其他人作为一个因缘，令这个执着再次坚固。回到正题，若你能自己观一切法空，遇人生其种种执着的当下，知其本不生，熄灭分别的根本，观察到烦恼的由来都是虚妄的，当下得到解脱后，这一切过程成为了自己的智慧，终于知道原来烦恼无根，不随烦恼生心，则烦恼自现。不仅自己解脱，对方也能解脱，这便是自度度他。观久了之后，当彻底洞悉烦恼的根本是由心向外而来，心向外则由无明而来，无明因心动而来，心动因一念不觉而来，就会知道若要熄灭一切烦恼，就会发现就连观都不需要观，因为这自然便是为摩诘菩萨所实现的无有文字语言真如不二法门，无需任何作为，无需任何文字语言，无需一念，一切烦恼本不生起。只是要做到这境界，都是因为已然通达一切烦恼根本，已然知道一切着相的境界，也知道种种因着相会生出的各种有为的解脱法。以这两部视频作为一个基础，我们就可以开始为摩诘所说经中的卷6、卷7、卷8里的内容，因为卷6、卷7、卷8所涉及的境界全是菩萨道，而且当中的菩萨道境界难以思量，非实修者难以窥其真实面貌。
文殊师利菩萨早已成佛。央觉摩罗经记载说，文殊菩萨现在北方作佛，号欢喜藏摩尼宝积佛。四维三昧经记载说，为摩诘居士过去是金素如来，两位皆有佛境界的智慧，通达一切佛法，所说必然不是普通的菩萨境界。下期就会入手维摩诘所说经卷6，我们下期见。